意大利人刚刚卖了一批菲亚特给他们，你看看这个吧。是谁把空难？太幼稚了，我也就是说说而已，你还真要查？你能查到底吗？此事关系到空军的未来，我不得不秉公办事。我必须要查出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。200架菲亚特的军购计划是校长亲自决定的，是校长本人。要花这么大一笔巨款，除了校长，谁能做得了主呢？1年前，为了我对西北共匪红军的围剿，委座急需一批续航能力远、火力强大的战斗机，于是才有了这笔巨款。机型嘛，是意大利人替我们选定的。这就是了。除了校长本人之外，还有其他人插手此事。宋子文当财政部长，军购来源于美国；孔祥熙当财政部长，空军的军购只能来源于意大利。军购是块肥肉啊，这几大家族都有他们各自中意的卖家。那您是在暗示我，在购机上有人贪污受贿？这你又外行了，毛兄。这几大家族不会因为面子的事儿惹得一身腥骚，他们都是各自在为自家赚取声望啊。声望？假如我姓周的拥有了军购的决策权，我在一夜之间我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啊！我无需再去赚取军购的钱，因为在欧美军火商的眼里，我已经拥有了无形的声望。声望就是金钱。所以毛兄，我奉劝你最好不要去趟这趟浑水，没什么意思。本来军购验收小组出发前，在南京一切都决定好了。可是后来到了意大利，所有的事情都变了，就好像是一场表演。我这个军购验收小组的组长，只不过是个龙套啊。这么跟你说吧，罗马的样机和南京的菲亚特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机，你不懂吗，毛兄？那么依你周兄的意思，此事是无法查下去了？你要查谁呀？宋家、孔家，还是蒋家？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套着亲戚，都是一家人了。这我们空军今后还有得好？这样一个根子，这帮大鬼小鬼、大仙小仙的，还不都闹翻天了？就这些，就这些。这就是空军对此次空难的结论。这是初步的，一切由夫人和校长来决断。又把皮球踢给我。这份报告，谁也不得罪，八面玲珑，什么都说了，什么也没说。说不准的事，还是不说为好。你这个军人，
还不如我这个妇人呢。既然你们职业军人不说，那就听听我这个妇人之见吧。第一批菲亚特总共到货多少？8架。好，那就8架，到此为止。也算是摔个跟斗买个明白。我对空军一窍不通，但是空军必须要有飞机，这一点我是明白。第一流的空军要有第一流的飞机，他斯卡罗尼的飞机是第一流的吗？第一天升空就栽了下来，你们就拿这样的飞机给先生贺寿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还有什么脸面佩戴这枚空军军徽？那200架后续合同，不要在罗马买。本来嘛，市场上买一斤白菜还要货比3家呢。夫人如果下此决心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们把欧美各国最新型的飞机的说明书都拿给我，附上专家的意见。我来看看，如果我们不从意大利购机，下一个购货方选择谁？回答这个困难吗？哦，不，夫人，是这样的，现在世界各国飞机生产发展得很快，各类机型令人眼花缭乱。一种新型飞机生产出来，用不了1年，就会被另外一种新型飞机所替代，因此很难说准哪一类战机最好。你那意思是专家也看不准？是的，看不准。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意大利人替你拿主意，你不满意；让你自己拿主意，你又拿不出主意。夫人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所以……你的意思是买不胜买？是的。既然买不胜买，那就索性不买，等你们想明白了以后再买。夫人，这……把购机的军费存入香港银行，欲在途中求善价。我们把风险留给西方厂家，待他们机型成熟了以后再买。你说呢？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夫人。当然是个好办法。钱是可以生钱的，等拿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数，可以多买几架飞机。你们这些军人也应该懂一点资本运作。明白了，夫人。不过，在后续军机尚未购置之前，空军要以现有的飞机作战训练，不能等。没有高素质的飞行员，再好的飞机来了也不能成军。你觉得你们那个斯卡罗尼怎么样？夫人，这个嘛……行了，不好，我也不逼你了。反正我是不喜欢，浑身的色彩和米兰威范一个风格。我需要一名新的空军顾问，最好是美国人，能够为我提供内行咨询的真正专家。谢谢。你就是马新兰少尉吧？我是。海刚的眼力真是不错。您是？我是高云天的妻子。哟，久仰，我知道你。我刚从海刚家出来，他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的，看着真让人伤心。我知道你跟海刚的关系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嫂子，您就说您有什么事儿吧。能有什么事儿？人已经死了，你跟海刚没那个缘分，但是可以帮帮邢太太，帮她过了这个坎儿。毕竟是老年丧死了。
我能做什么？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去一下葬礼吧，送一束鲜花，安慰一下生者，让他妈妈也觉着有些安慰。这没问题，我可以做得到。好，谢谢你。调查算是结束了。结果还可以吧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想法？看来这个黑锅，我注定是背上了。高应天，你现在应该把眼光盯在日本人身上。相比之下，客人这点委屈你算什么呀？听说你要去美国，夫人想找一个真正的空军顾问，要把那个米勒人换掉。这次千万别再走眼了。你不要用这种口吻和你的上司说。夫人早已经有了人选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不是我们去挑他，而是人家挑不挑你。我听说，日本人、俄国人都特别强的。谁呀？谁这么抢手？一个美军退役上尉，他叫陈纳德。喂！举手！放！本签署人美国国务卿，恳求所有有关人士准许持护照人安全和自由通行。如果有需要，请给予美国公民克莱尔利·陈纳德法律援助和保护。你是农场主，你去中国干什么？我去帮助他们嫁接西红柿，我是这方面的好手。我能让一根枝条上结出3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，红的就像是贵国国旗上的旭日一样。可你魁伟的像名将军。欢迎你过境横滨。
司令官，特高科的人找你。知道了。我想森川武官一定认识这个美国人。陈纳德，美国大众的娱乐明星，3个荡秋千的人。可据我们所知，他是美军王牌飞行专家，就将前往上海。他去上海干什么？是受支那空军的邀请。哦，我们想让大佐鉴定一下，他对于帝国的危险程度。他目前就在横滨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让他永远无法到达支那。副司令官特别指示，要确保我们的客人过境日本时的安全。你去跟驻日的各情报单位通报一下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是。哟，高大佐，王处长稀客呀？找我呢？啊，没有啊。高大佐，是我找您。哦，那你们谈吧。啊，好了，回见啊，再见。高大佐，您请坐。是这样，近来我们在空中电波里不断重复地接触到一个神秘人物。表面上呢，他是日本海军驻美副武官，可是近来他频繁出现在日本海军的最高机密中。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，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个中国空军通？如果是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万分危险的讯号。您看，就是他。您认识他吗？岂止是认识啊！他是我的老师，是东北航校飞行教官森川巨球。果真是同一个人。我这里面那颗牙都是他打掉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在空中做动作，稍有差错，一落地，让你站好了，然后一拳把你打趴下。他们是想把人变得更加残忍，像狼一样。所以说，这挨打也是陈旧计划的一部分了。他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对他的印象，礼貌、野蛮、智慧又残忍。他认为他是为战争而生的，在他脑子里，日本军人就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。如此看来，由他这样的人来负责制定对中国空军的作战预案，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所有的计划都是由他来负责？最近不断有他签署的绝密电报，来往于东京和上海之间。长谷大将好像很信赖他，不断与他商讨战争的细节。谢谢了，高大佐。您帮我们确认了这个重要的情报环节，确认了他，就算他们更换密码，只要有他的签名，我们都会有办法来对付他。也许这就是知己知彼吧。好啊，我高云天终于有机会跟我这老师过过招了。Hello，
3个荡秋千的人。实在抱歉，我们还没有相互介绍，我并不认识。可我认识你。去年在迈阿密，我欣赏过你的飞行表演。不过，去看飞行表演的人很多，我在天上飞，看着底下的人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观众。可是，在酒会上和你下棋的只有我一个人。你是日本国驻美副武官森川俊雄。森川俊雄，哈哈，在这儿见到你真高兴。记得在酒会上你跟我说过，我的国家非常美丽，所以你看，我就跑来了，还带来了我的相机。日本国热情地欢迎你，谢谢。你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真诚的朋友。用你们的日本话来说，应该就是阿里嘎多。作为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要去中国。为什么？中国是我们的敌人，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。真有意思。在美国，我们正好相反，我们会说，万不得已时再去对付敌人，不然就该像朋友一样喝酒吃肉。可你现在是在我们大日本帝国。克莱尔，克莱尔，等等！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一整天了，我们该回大使馆了。我出来买东西了，和我的朋友一起。就这么放了他们？那还能怎么样？在大街上绑架他们？那样的话，明天美国国务卿就会找我们的驻美大使。那又怎么样？蠢货！哎，就要出大事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得罪美国人。我们不能因小失大。嗨，王兄啊！哎，司令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都认为你已经到上海来了。来，快请坐。外事局报告说，陈纳德于今天早晨安全到达上海。哎呀，还用得着我去上海吗？夫人在上海，夫人要亲自接待这位美国佬啊。第一夫人还要亲自接待一个美军退役上尉。韦作为什么要把我们空军的主力机群调往南昌的青云浦机场？因为青云浦机场离庐山最近。韦作近期把各级诸侯都接往庐山，挨个谈话。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之后，韦作改变了对日方略，可是来得晚了一些，对我们来说有些来不及。那些山南海北主政的各路诸侯，与中央隔膜很深，吵架是难免不了的。不过除了中央军，老头子还真是对各级军队从未统一军令，所以这次委作就是要军令统一，可谈何容易？在过去的10年里，委作和哪路诸侯没有交过手啊？
你捅我一刀，我捅你一刀，相互之间捅的是血淋淋的。更不要说伪作和共产党，那是仇深似海呀。前天我送周恩来上庐山，周公下了飞机之后对我讲，他在长征的路上曾遭到过同类的轰炸机投弹，结果贺子珍负了重伤。贺子珍是谁啊？毛泽东的妻子。所以，伪作这次就是要借我们空军的事，向各路诸侯宣誓，要统一军令。他是想让他们下了飞机就能看到浩荡的军阵。可是老哥，咱自家空军的问题也是不少啊。到现在，咱空军是一屁股的呆账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老头子从口袋里掏出了大价钱，堆出了咱们空军。可他哪知道有人在做假账糊弄他。去年我们订购了200架战机，就因为夫人的一句话，到现在还趴在香港银行的账面上。可叹，那只是一串的数字。可是现在我们想把它兑换成飞机，恐怕没人肯卖过我们了。空军的事儿，就让夫人安排吧。夫人不摆弄，你我能摆弄得了？所以他这么重视陈纳德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军购的事儿，夫人跟伪作通气儿了没有啊？怎么通气啊？香港银行掌控在宋子文的手里，你毛兄敢保证宋子文没有挪用过这笔款吗？伪作一直对宋子文不满，所以毛兄在夫人面前，你我最好什么都不要说。咱们作为下属，对上级第一要忠诚，第二还要缄默。你想想，夫人也不易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女人要领导这么多沉重的飞机翅膀，不容易。哎，也是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到了就知道了。夫人在哪儿？别着急，长官，到了就知道。这边请。夫人，这位就是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陈纳德上尉。蒋夫人，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上尉陈纳德向您致敬。不，是上校。我的丈夫任命您为我们的上校。欢迎您，克莱尔。谢谢夫人，非常荣幸。请。这一路很辛苦吧？还好。这一路虽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，但是毕竟我现在来到了这里。我这么说话，您听起来不吃力吧？是的，我的右耳相对比较好一点。好。他们都说我聋得像一根木桩，但是他们错了，因为我听得到别人以为我听不到的东西。我明白，您是有选择的倾听，我也是这样。我的丈夫，他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更多的时候他会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也是我们请您来华的原因。我们急需您的专业目光。我是个外行，我知道由我主持空军并不恰当，
可是没办法，这就是中国。我无法向您介绍我们的空军，您得自己去看，亲眼去看空军的现状、实力以及前景。我的将军忠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们给我的报告一直不能让我信任。我知道他们的难处，顾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情，他们已经失去了公正和客观的立场来评判自己。我需要您来替我们做这件事。夫人的意思是要我考察和评判您的空军。能给您的时间只有3个月。3个月？您要我在3个月里考察完所有的空军？上校，不是我太苛刻，是日本人只能给我们这点时间。从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就要对我们下手。我知道，这太难为您了。用一句中国古语，您是受命于危难之中。江夫人，好在我不是来休假的。这就好。您只向我负责，评判一下我的空军，找出问题，整合各方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尽可能的强化我空军作战能力。挽狂澜于既倒，解燃眉于倒悬，拜托了。我明白了，江夫人，我将竭尽全力为您以及您的国家效劳，我信任您。我同样信任你，上校。小心你的听诊器，大夫。我这个人喘起气来，像一头牛一样。怎么样，大夫？还行吧？你自己觉得呢？吃了什么药？是这样。海军给我开的药让我扔在哈里斯堡了。那些蠢货跟陆军一个腔调，他们都认定我又聋又喘，完全不适合飞行。在他们看来，我现在的状态就像是一只干瘪的柠檬。你是怎么看的，大夫？我现在还死不了，是吧？按照中国的空军标准，我是不允许你飞上蓝天的。什么？大夫，这太荒唐了！你看我身体很好的，看我的肌肉，打死只老虎都行。你有严重的支气管炎、低血压，还有耳聋症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可以飞。谢谢你，大夫。因为我摸过你的脉，心跳很有力，尤其是肾脉。你刚才说的肾脉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的子弹还很充足，上校。你说的一点不错，那方面我的确一直都很强悍。给他注射疫苗。上校，你刚刚到，我们今后的工作范围还很大，我们必须要确保你不能患上伤寒、霍乱一类的感染性疾病。至于你的那些老毛病嘛，我会试着配些药给你带在身上。
谢谢你，大夫。谢谢大夫，慢走。请留步。好。高大队长，您亲自来了啊？这位李高贤。上校，这位是空军4大队的大队长，我们最棒的飞行员，中国真正的空军精英。空军中校高云天奉命前来送图，这是明天飞往南京的航图。这样，你们先聊，我去买几样衣服。首先，请告诉我，队长阁下，你的部队现在都是些什么机型？霍克3型驱逐机，道格拉斯2型轰炸机，沃德侦察机。这让我感觉到有些意外。虽说机型陈旧，可这些飞机都是我的国家生产的。请吧，坐下说。是。对了，队长阁下，你的老师是谁？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？法国人。法国人？是的，我是从法国莫南纳航空学校毕业，然后回国。回国以后呢，又在东北航校跟日本教官学了2年。我没有想到日本人也教过你。我们向一切值得学习的国家学习，包括我们的敌人。很好，你的经历确实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我想请问，你打算带着我亲自驾驶吗？如果上校愿意的话，你可以亲自飞。中国的南方简直是太漂亮了。那一块块的绿地里都种着什么？那是水稻，上校。那紫色的又是什么？紫云英、苏明红花草，是一种有机肥料。高队长，听你这样说，我想换一种方式来欣赏这美丽的风景。不知道你是否能跟着我一块儿飞？我跟着你的，上校。别什么都跟着我学。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的底线，别玩过了。我来了。
你绝对跟不上我。随着陈纳德上校的到来，空军的备战加快了。我们情报监听中心每个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。面对耳机里这条喧嚣的大河，我的内心是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战争的脚步正悄悄来临；另一方面，空军内那些被掩盖的腐败和弊案一件件被披露出来。我在内心里不由得替他们捏把汗。这支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的空军力量，现在要转而面对外来强敌，行吗？